库尔斯克战场到底谁在胜利，谁在溃败？为何战争的焦灼和迷雾同在？今天给大家揭开近日以来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3月初以来，更精确地说，从2月28日，川普和泽连斯基那场让世界震惊的超级吵架秀之后，全球关注的焦点一直被锁定在库尔斯克前线战场。近日这里焦灼的战事扑朔迷离，让不少人夜不能寐。当地时间3月13日，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的指挥已经失效。他表示，早在1-2周前，乌军还能成群结队的撤离，但现在情况彻底变了。俄军的全面火力压制让乌军只能3两成组的尝试突围，装备被遗弃，士兵们逃无可逃。普京甚至毫不掩饰地警告，如果未来几天形成物理性封锁，那么乌军只有2个选择：投降或者死亡。这话让人不寒而栗。3月1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透露，他已与普京进行了良好且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向普京强烈请求饶乌军一命。川普警告，如果俄军不网开一面，库尔斯克的战场将成为2战以来未曾见过的血腥屠杀。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俄乌局势在短短10多天内急转直下？下面让我们捋一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先说明，这里我们只讲事实，不带个人观点。2025年1月1日，乌克兰宣布停用俄乌天然气管道，其中包括乌连戈伊乌日戈罗德输气管道，这是俄气通往欧洲的重要动脉。乌克兰的初衷是想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打击其战争潜力。然而，这一决定却为自己埋下了天大的隐患。库尔斯克之战，俄乌战报大相径庭，真相究竟如何？当地时间3月8日，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俄军利用天然气管道发动突袭，试图夺取乌军阵地。然而，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迅速做出反应，发动火箭炮、重炮和无人机打击，最终摧毁了这支俄军部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则传递出完全不同的战况信息。当天下午，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司令阿劳迪诺夫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俄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全面进攻，并围攻乌军控制的唯一重镇苏贾。他声称敌人正在逃跑，放弃阵地，我军进展顺利。这场信息战让外界雾里看花，到底谁在说真话？谁的战报更接近事实？随着战况持续焦灼，库尔斯克的争夺战仍未见分晓，而未来几天的发展或许将成为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时刻。据俄媒 Astro 报道，当地时间3月8日前后，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突袭，一支超过100人的俄军突击队试图攻击乌军控制的苏贾一带。这次行动中，俄军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渗透计划，利用一条废弃的天然气管道，悄无声息地接近乌军阵地，企图来一次出其不意的奇袭。然而，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被乌克兰军方识破。当这支突击队刚刚抵达管道出口时，乌军已经严阵以待。随着第一批俄军士兵准备离开管道，乌克兰第80空降突击旅的精准火力立即倾泻而下，将其死死困在狭窄的管道内。突击队瞬间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无法前进，也无法撤退。据俄媒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士兵在管道内前行，脸部涂上黑色迷彩，试图加强隐蔽性。然而，在乌军严密的监控与防御下，这场管道奇袭彻底沦为一场灾难，最终以俄军的溃败告终。其实，对于管道袭击这一点，乌军的确是早有防范。3月7日晚上，当俄指挥部下达出击的命令后，等待在管道里的第一批100人的敢死队刚露头就被乌军发现了。乌军迅速封堵洞口，猛烈轰炸，俄军的先头部队损失惨重，士兵折损了80%左右。不过事情并没完，第一支俄军先头部队组成了大约100人的敢死队，进入天然气管道内部，后续200人也进入管道。
此时乌军还没搞清楚状况，最后俄军一共出动了800名特种兵，或者知道了也无能为力。100名和800名的差距，开始乌军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还以为自己真的胜利了。俄军100名敢死队被溃败后，剩余的700多俄军并没有选择撤退，而是顶着乌军的炮火，配合着外围的俄军里应外合，硬生生打崩了乌军后防线。原来俄军把天然气管道变成了地下渗透的天然通道。为了这一刻，俄军指挥部提前3周或更早时间就在酝酿和筹备管道突袭战了。3月3日，做好一切准备的俄军敢死队已经抵达指定位置，然后又在漆黑的地下足足待了4天时间，等待最佳出击时间。这一次，俄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利用工具抽干天然气管道里残存的甲烷气体，并在内部注入氧气，还在管道合适的位置打开进出口，还给士兵们配备了氧气瓶、专业的防毒面具、食物和水等等。俄军为了确保突袭成功，他们化整为零，穿越长达大约15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渗透到了乌军大后方。美元断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乌军的防空导弹几乎耗尽。俄军趁机出动大量 K-52武装直升机、Mi-24攻击直升机以及Su-35战机，实施超低空突袭。库尔斯克偷袭成为俄军的最大胜利。库尔斯克是乌克兰谈判桌上的最大筹码，如今这个筹码也没了。很悲哀的是，如今川普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我们再回到2月28日，美国、乌克兰原本计划签署的矿产协议破裂后，白宫发表声明。川普总统对泽连斯基说：“让我告诉你，你手上没有筹码，有我们，你才有筹码。如果没有我们支持，你什么底牌都没有。”没想到1周之后，川普一语成谶，最后乌克兰把库尔斯克这个筹码也弄丢掉了。其实事情本来是有回旋余地的，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接待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开始气氛融洽，随后开始媒体提问环节期间，双方在会谈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争吵，最终导致白宫要求乌克兰代表团离开。不过川普仍表示，等泽连斯基准备好希望和平后再回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月1日前往伦敦会晤英国首相施凯尔，并且预计出席欧洲领袖峰会，共商乌克兰安全，以及会晤英国国王查理3世。2025年3月3日，巴西总统卢拉对俄乌问题发声，那可是相当犀利。卢拉直言，现在俄乌冲突最要紧的是坐下来谈判，而不是煽动对普京的仇恨。他还炮轰泽连斯基说，他身为战时总统，别老跑去英法德到处演讲，简直就像在搞全球巡回表演，有这功夫不如找机会好好谈和。卢拉还批评那些乌克兰的所谓盟友，说他们把泽连斯基捧得高高的，让泽连斯基带着乌克兰人掉进陷阱，白白消耗俄罗斯。他强调，现在急需有人站出来推动和谈，别再火上浇油。卢拉认为，俄乌战争真得赶紧有人牵头解决，别再为私利延续战争了。3月3日，俄军的敢死队已经抵达指定位置，这个时间是川普在等泽连斯基回心转意的时闲。也是3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川普再度隔空过招。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贴文再次慨叹，乌俄战争的和平协议仍然非常遥远，这对正在周旋停火的美国来说，4倍浇了一大盘冷水。几小时后，川普即在网上响应，批评泽连斯基的言论是最糟糕的说法，并表明美国不会再容忍太久。泽连斯基错误地相信美方，不管怎样说都会持续支持下去的。没想到就在3日当天，川普就下令暂停所有对乌克兰的军援。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将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直到川普认定该国领导人表现出对和平的诚意承诺。该报道亦指出，所有目前不在乌克兰的美国军事装备都将被暂停，包括在运输途中的和存放在波兰仓库里的武器。3月5日，也就是俄军在管道内待命的时间，乌军还是没有清醒过来状况，俄军已经抓住了在暂时有利的情况下做出更大的动作，为自己增加了筹码。于是令乌军更加雪上加霜的事发生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证实，川普下令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进一步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与川普合作，和俄罗斯和谈。3月7日，也就是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与乌克兰共享情报2天之后，俄军管道偷袭正式开始了出击了。乌克兰在美国断供军援后，防空导弹几近耗尽，俄军则出动大量 Ki-52武装直升机、Mi-24攻击直升机以及苏35战机，采取超低空突袭战术，配合700多名敢死队员，对乌军阵地进行扫射。目前，按照俄罗斯公布的信息，现在库尔斯克战线已经是收尾阶段，主城区重新升起了俄罗斯旗帜。库尔斯克一战，乌军损失了6.7万人，丢掉了86%的占领区，现在只剩一些殿后部队还在硬扛了。这是库尔斯克反击战爆发以来，俄军取得的最大战果。此役结束后，俄军成功收复库尔斯克，还被俄军缴获了一辆完整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库尔斯克是乌军掌握的对俄谈判的最大筹码，可这个筹码一丢，乌克兰想要土地换土地的幻想也被终结了。3月9日消息，综合美国 CNN 网站、俄罗斯国防部和俄乌两方自媒体，连日来，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发动重大攻势。乌军称，俄罗斯军队利用天然气管道，在一个地区发动突然袭击，导致乌军阵线崩溃。俄军几天之内夺取了超过15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数个定居点，乌军被迫从库尔斯克前线地区撤退，集中兵力到乌军控制的唯一俄罗斯城市苏贾县城附近进行防守。当下，乌克兰控制区仅剩下280平方公里，相比去年8月10日乌军最大的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缩水3/4。CNN 评论称，俄罗斯的推进威胁到了基辅唯一的领土谈判筹码。3月12日，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无奈地表示，他的士兵将从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边境地区部分撤出。希尔斯基在 Facebook 上写道，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可以说，乌军被迫大部分撤出库尔斯克了。而俄罗斯方面宣称乌军损失惨重。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数据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斗中，乌克兰总共损失65400名军事人员、386辆坦克、296辆步兵战车等装备。许多西方媒体担心，库尔斯克的惨败将对乌克兰造成重大打击。纽约时报称，如果乌克兰军队被包围或被迫撤退，对基辅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挫折。当时一度被奉为乌克兰国民英雄的希尔斯基，如今被质疑未能在突袭库尔斯克之后做好持久占领的准备工作。有乌克兰记者抱怨道，这条苏梅通往苏贾的沥青路虽然号称高速公路，这次被俄军狂轰滥炸前就已经坑坑洼洼的，和月球表面一样，运输车队经常挤在一起，还要停下来处理车辆沉陷。当俄军在前线接近公路后，这些车辆当然成为无人机的活靶子。泥泞的公路还影响了救援，有时伤员需要等待24小时以上才能被转运到安全地带。其实早在1月份， H07 公路苏梅到边境段由此成为一条真正的死亡之路。乌克兰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每一天在路上被击毁的乌军各类车辆少则10几辆，多则20余辆。第17独立重机械化旅的一位军官说，真的只能一边开车一边哭。另一位指挥官说，1月以来，他属下士兵不愿出任务的情况越来越多。可以确定的是，在持续半年的库尔斯克战事中，俄乌双方都在这片狭小的地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乌军数据称，俄军在库尔斯克伤亡超过 4.8 万人，其中阵亡约2万人。俄国防部称，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战斗中伤亡 6.5 万人。在此前双方公认最为惨烈巴赫穆特战役中，乌军公布的俄军阵亡人数为 2.3 万人。库尔斯克之战已与此相当。3月11日，在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了会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当局立即取消了对情报分享的暂停，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未来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呢？还很难说清。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也别想拿回来。
这片狭小的土地成为俄乌两军的绞肉机。谁的胜利？谁的灾难？库尔斯克之战，俄军大获全胜，但战场上的血腥程度超乎想象。对乌克兰而言，库尔斯克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场战略性灾难。不管怎么说，库尔斯克之战都将成为战争史上一道血淋淋的伤口。人们都期望和平，但是有时候事实却背道而驰。库尔斯克对俄军来说是大捷，而对乌军来说却是大捷。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吗？普京和泽连斯基还会反悔吗？历史以来仇恨的彼此没有一个是赢家，最终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如何？是会及时止损，还是无休无止征战下去？我们拭目以待。或许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战场上的一名士兵，换位思考一下该如何做，应该就很清晰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